这是我近几年啊买过的最好玩，也是购车决策链路最长、等车时间也相当长的一次，就是买了我身旁的这台轻涨车。哎，然后肯定好多人会去说，你闲的没事你买它干嘛？哎，这个车对我呢还真是有用，在于几点啊。第一就是说，我们现在测的有一些车型。可能说这辆车它在比较新的，或者说在一些可能说是工程的研发阶段呢，它是没有正式牌照的，所以我们可能就需要呢是说拿板车运着它到处走，各种测试场之间去移动，这是第一个可能需要这个轻涨车理由。第二是什么呢？就是哪怕是如果比如说我们自己在测试车辆的过程当中，比如说因为像什么没电啊，或者说其他哪怕出现了一些机械故障等等之类的，与其我们去叫救援，不如说我们如果自己有这样的整备团队，对吧？开着轻涨车过去也更加方便。第三点呢，就是反正现在这些轻涨车呢，它本身的这个车型的归类呢，都叫做载货专项作业车，也就是意味着它不只是说当轻涨车只能拉汽车，而且呢，其实你也可以拿它当一个普通的卡车，日常拉一些货物。所以说，正是因为如上的这些原因呢，所以我觉得这个车对于我们现在来说呢，还挺适合的。因此呢，就决定买一个轻涨车。但其实啊，这只是第一步。就是因为我之前没有买过，也没有研究过这个领域，当我跳进了这个领域之后，我发现，哎，这事儿复杂了。不同的下装、不同的上装、不同的尺寸、不同规格、不同大小、不同功能，各种不同，对吧？然后呢，我就花了一段时间去研究学习，并且跟很多的厂家，然后呢进行这些沟通，初步呢就有一些思路。第一点就是说，在这个车型的尺寸上面，或者说大小上面的选择。实际上呢，轻涨车呢也是分成不同的这种类别啊，对吧？从最小的就是轻型级别挂蓝牌的，到我们这辆是中型挂黄牌，然后再往上呢还有一些就是更大尺寸挂黄牌的车型。为什么我买了一辆这个黄牌版的轻涨车？理由是在于说呢，现在啊，咱们这些乘用车，大部分都通电了，别管是插电混动、增程还是纯电动，对吧？这车上一有大的动力电池啊，它的重量整体比过去基本上反正同样尺寸就重了1吨左右。比如说举个例子，以咱们这仰望 U8 为例，对吧？这个车的自重已经是达到3.5吨了。所以说，你如果是一个小尺寸蓝牌轻型的这种轻涨车的话，说实话，我觉得啊，拉那么大那么重的车可能有点危险。所以正是因为呢，顺应了当前的这种说乘用车的技术发展趋势，所以我们觉得底下去拖它这个轻涨车最好也大一点，所以我们就选择了一个黄牌版，也就是叫做中型载货专项作业车。哎，下装说完了吧？接着说上装。上装有许多不同的规格，比如说就以这个后板为例，这个板啊有倾斜板和落地板两种。落地板呢，就是你在这个板倾斜之后呢，它还可以基本上反正完全落地啊，准落地，基本上接近于全平，贵一点。然后呢，权衡之后，我觉得反正对于我们的用途来说呢，落地板更合适。它在于几个好处，第一点就是因为说它的板的倾斜角度小，所以理论上讲，它可以更加方便的去运载这些接近角很小的跑车。大家想是不是这样？它比较好上板，第一点。第二点就是对于一些两轮交通工具，什么摩托车呀、电驴啊之类的，哎，也比较好上板，是吧？不光是上板，包括说是下板，就是装卸的过程都比较轻松。第三就是，如果说你要是拿它当货车去使用的话，比如说拉一些大件的行李啊、大件设备、柜子什么之类的，你落地板比较好，这样你可以基本上一个比较平的角度把这个货物给推上去，然后固定之后再把这个板给它放回去。而如果说你是一个倾斜板的话，你想你在装货的或者卸货同时，你必须这个货物本身倾斜状态，你再去进行这种捆绑等之类的。其实说实话，这个就是装载难度啊，或者说这种工作强度会比较大啊，所以正是因为这几个原因，我们觉得咱还是踏踏实实的买一个落地板，好吧，一步到位。咱们这个用途、功能、下装、上装都确定完了吧？那下面就开始选品牌。国内呢，其实做轻涨车的牌子还是挺多的，反正选来选去吧，最终我们就选择了一个相对比较大的一个知名的品牌，就是湖北楚胜。反正行业当中大家肯定也都知道这个牌子啊，选择品牌，然后呢，我们就与这个品牌的销售部的这些人去沟通啊，然后呢，他们给我们的建议就是针对于我们的需求，给我们的建议是什么呢？说建议我们下装最好是选择一个510的 KV100，理由在于几点。第一呢，他说510啊，相对来讲这个比较成熟，比较可靠。可能相对来讲就是油耗，包括比如说像这个车的这种好开程度吧，维修养护都比较的便捷。他说这是510的优点啊。当然510呢，它也有一些缺点，就是相对来讲呢，它比现在的一些新进的品牌吧，
总体来讲马力比较小一点啊。但是呢，人家工作人员跟我们说，因为了解到您拉的是一些重车，所以你记住，越是重车，其实马力大对你越没有什么用。哎，刚开始我还挺不太理解，我说为什么这个越拉重车马力大越没有用？嘿，结果这辆车我反正对吧，人家更专业，就听人家的。然后呢，反正这辆车就是也是制造完了，对吧？改装完了，然后我们可以呢亲自去厂家去提啊。然后我们就验证了一下，发现人家说的还真对。跟大家讲讲这趟提车之路啊。我们呢就亲自开着我们自己的仰望 U8去了这个湖北随州的这个储盛厂。为什么开着 U8去的？因为 U8也是我们现在或者说整个行业当中吧，应该是最重的乘用车了。所以呢，我们既然说是为了让这辆车能够比较安全稳定的去驮着 U8啊，所以我们就是说去做这样一个测试，开着 U8去啊。如果比如说 U8能挺稳的去这样驮回来，那就没问题。如果比如说不行，比如当时这车就驾驭不了，塌了或者歪了或者怎么样不稳的话，车不要了啊，我们再换一新的。当时就是这么想的。去了之后呢，反正人家储盛的接待工作人员，人家也都是特别专业、特别耐心啊，反正给我们讲解很多，包括这些功能啊，怎么去使用啊，注意事项等等这些。行，那都交接完了，下边就把这个 U8开始驮上之后往回开，对吧？我跟你说啊，就回程的这个道路上面，我们就觉得，确实这样的一辆轻障车，而且已经是挂黄牌的中型载货专项作业车了啊。即便是这样的下装，拖着 U8的话，其实也挺难开的。主要在于什么？就是这辆车的话，它的稳定性是比较差的。也很正常，对吧？第一，你想上面这个 U8本身重心比较高，而且它又比较重，外加你想 U8它也不是一坨紧实的货物，对吧？它也有悬架，相对来讲，这辆车的振动系、振动模态又非常非常复杂，所以基本上什么感觉呢？就是这辆车反正比较难走直线，就是在这种说特别平直、道路条件很好的高速路上面，反正还行，但是你也需要不停的左右修正，而且是打出提前量式的左右修正。因为你不可能这个摆角修太大，说实话都担心这辆车会翻啊，所以我们就只能小幅这样修。而如果说要是像湖北境内有许多高速路，其实路况挺差的，甚至于说还修路，反正在那种不太平的路上面吧，真的也就只能开60、70，大概是这样，再快你就不敢开了。而且实际上啊，这趟我是跟我们同事老胡我们俩一起去的。我们俩其实啊，驾驶经验相对来说还都比较丰富，而且我们俩驾照一个是 A1，一个是 A2。对于说这个像这种黄牌货车需要的 B2是完全向下兼容的。就即便在这种情况之下，反正我们俩都觉得啊，确实挺考验这个驾驶难度的。而且其实你从这辆车它的这个静态的这种载重承载状态就能够发现啊。因为说这辆车它的这个本身的轴距，虽然它已经是个黄牌的轻量车，但是也并不算特别的长，因此就是仰望 U8装下去之后，整体来讲它的重心，就 U8所在的重心位置，也就是在后桥正上方略微靠前一点。那你再想想，再结合上整个这辆车的话，基本上它就是一个明显的前轻后重的状态，大家想是不是？对吧？基本上重量都压在后轮，所以说这辆车反正高速的话，你开着会觉得发飘，行驶稳定性、循迹性比较差，也是比较正常的。包括在这个城市当中也是，反正就是什么起步还好像什么转个弯啊、并个线、刹个车什么的，我觉得都得特别老远的去提前做预判啊，然后这样才能保持一个基本的稳定性。所以确实就是这辆车，我们觉得你越是拖这种大车的话，你要大马力是没有用的，因为你根本就不敢开得快，不敢开得激烈，你马力再大也就敢那个速度，反正慢慢悠什么悠着啊。基本上呢，反正就从这个湖北随州开这么1000多公里，然后拖着我们的 U8回到北京。当然不得不说啊，就是虽然说这辆车整体上是比预想当中更难开一些，但至少我觉得吧，它在基本的一些就是行驶稳定性啊，比如说在它的装载能力啊，包括说比如说装卸车的过程，我觉得这辆我们自己买这个储盛的50kV100的轻量车还是能够胜任的。所以啊，就是我们这一趟亲自的提车运车的经历啊。我也想给咱们广大的小车乘用车的用户一些启示和建议。就如果说现在你真的是开一辆这种带电池的大越野车的话，如果你的车真的说是需要这种运输，我个人建议啊，最好是找一个规格大一点的、尺寸大一点的板车，因为你本身比较重，
所以你如果是一个很小的轻型的这种轻障车的话，很有可能会出现什么，就是上重下轻，或者说是因为它的这个后面的这个载货板不够长，导致说重心位置过于靠后，引发一些可能不必要的一些额外的交通事故等等之类的。反正我觉得还是拿大板运大车会比较的安全，这点是提醒大家。所以你们如果要是说开这种大的带电的越野车、绿牌越野车，如果要是说需要运输的话，你最好提前就是沟通的时候就跟他们说选一个大车，然后来去运。当然就是我们运 U8回来这一趟，其实也没闲着，我们还额外干了2件事儿，也就是针对说这辆车的一个相对来讲满载状态下的高速油耗和城市油耗去进行了一个实际的测试大家听好下面跟大家公布成绩，分别是城市100公里13.1升和高速100公里13.7升。怎么测出来呢？工况其实跟以往测卡车可能有一些区别先说城市差不多，反正基本上也是均速27公里每小时，反正包含城市上通路、城市红绿灯路、城市拥堵路、停车静息，反正多种工况混合而成均速27，这没啥新鲜的。但是高速的话，明确告诉大家因为这辆车载着仰望 U8，我们真的不敢开特别快，开到这辆车的理论的极速。所以说呢，我们反正基本上全程的均速也就是80公里每小时，反正慢点时候开70，快点也不超90，大概就这样，均速80左右测出的这个成绩，好吧？反正仅供参考，或者说也不算什么参考吧，反正这就是我们也是个人好奇嘛，就是对它进行的这样的一个测试结果。接下来呢，反正说把 U8也是顺利平安的、安全的运到北京了，对吧？把 U8卸下来。接下来呢，我们对它又进行了一些额外就是空车状态这种说驾驶的这种感受体验以及说油耗测试。先说驾驶吧，确实就是这辆 KB100轻障车，如果要是它空载状态之下，确实比满载状态还是好开很多了。好多人说这是废话，对吧？好开到什么程度？第一点就是说它的循迹性、稳定性特别好，因为这会儿如果你空载的话，前后其实配重整体来说是比较均衡的。基本上是走直线的不是说这辆车像高速的时候还不停画龙，还打提前量之类的，不是。第二就是呢，它的动力其实就是空车状态之下，反而你会觉得这辆车它的动力是偏羸弱的。咱们这辆轻障车搭载的是50的2.5升的4KB 引擎最大功率呢是96千瓦，然后最大扭矩输出范围呢是在1600转到2400转之间，匹配一个5速的手动变速箱。如果是重载情况之下呢，就必须得1档起步；空载情况之下呢，是可以2档起步。日常基本上也就是2到5档，其实可用的也就是这4个档。实际的动力感受基本上就是超过50公里每小时这加速基本上就靠油了因为柴油机呢，第一是它的这个动力的转速范围比较窄，而且确实也是你想96千瓦，然后带这么重的一个车，即便是空车，它有一定重量，对吧？所以说确实就是比较的慢，极速也就是反正略超100大概就是这样的水平另外一点就是这辆车它配备的这个5速的手动变速箱，我觉得齿比相对来说不是很好。怎么讲呢？就是它第一是说这个齿比的落差比较大，基本上反正就是每次正好是升到可能2400转之后，然后再加档，然后说是落回到1600转，反正各档之间的齿比落差这么大。另外一点呢，也是因为说它实际上公路可用档位只有4个，对吧？2到5，因此就是它能够跨越的这个齿比的范围，或者说能够把发动机的转速所压的这个程度不够的低。因此就是说跑高速的时候，大家能想象吗？就是说这辆车如果你要是空载状态之下城市的油耗比满载反正低个那么1点几升11升多，但是高速油耗确实飙升了大概反而是满载状态下的2倍，达到了100公里24.2升。肯定有人就问说，为什么这个空载比满载油耗还高呢？是因为空载我真敢开着这个车，压着极速按着限速跑一路开100而满载我反而只能慢慢悠悠的，对吧？颤颤歪歪的这个开80所以开100情况之下，明显感觉到这辆车转速特别的高，严重偏离了它的这个内燃机的高效区，一定程度是齿比造成的。再有一点呢，就是说确实也是你内燃机的这个基础功率不足，以及说呢，就是可能说在高速行驶之下吧，反正速度越快的话，确实就是风阻它是基本上是呈指数增加的所以说造成这样的结果。所以像这样的车，我是觉得吧，基本上空载状态之下，反正也没必要开特别快。我觉得哪怕在高速上，反正慢慢悠悠开个80左右也就差不多了。真速开太快，反正油耗飙升也没什么必要。关于驾驶部分简单就说这么多然后再说一说其他的一些静态包括功能配置之类的吧。
第一点啊，就是先批评一下这辆车座椅，主副驾座椅都不太舒服。先说主驾座椅，主驾座椅整体来讲就是比较高、比较硬，然后靠背角度呢也比较陡直，而且呢它并不带这个气囊减震功能啊。不过好在也是这辆车包含上装，也就是17万多啊，反正我觉得也就这样吧，确实也别对它的这些功能配置舒适性抱有太高的预期啊。然后再说副驾座椅，副驾座椅就更难受了。第一是说它的靠背角度比主驾要更陡一点，第二是什么？就是副驾的话，它这个坐垫它是一个虽然软，但本身呢特别的短，所以其实就是它对于说你大腿的支撑几乎为零，就基本上你感觉像是坐一个带靠背的一个板凳的感觉。这个副驾，所以反正提车这一路回来啊，真的是我和老胡就反正相对来说不是那么舒服啊，稍微辛苦点。然后肯定有人先说，哎，你后边不是拖着 U8呢？你坐在后边这 U8上面，这样多舒服啊！明确告诉大家，第一，法规不允许；第二，比较危险啊，所以绝对不推荐，也不允许这样去做。除此以外吧，反正基本上舒适的配置功能啊，一切从简，基本上能想象到的，也就是一个电动窗，大概就这样了。然后空调系统反正也都是手动的，加上一个非常简易的这样一个收音机。别的都没有了，我觉得也正常啊，毕竟它是一个纯的一个工具车啊。还可以再说其他一些比较好玩有趣，或者说跟这些性能功能相关配置啊。比如第一呢，就是这辆车它是带有一个巡航和 PTO 曲力器调节一体的这样一个控制机构，就是你这辆车开起来的话，它呢是控制你的定速巡航，然后如果说你要停车状态之下呢，就是激活曲力器以后，它可以调整你的这种曲力器的这个怠速。输出的力量，发动机输出力量啥意思？因为这辆车的话，它控制后边这个后板装载台呢是靠液压系统，那液压系统动力从哪儿来，对吧？就是通过曲力器取出发动机上面动力，然后输送到这个液压机构上面，然后呢也是通过一个离合器来控制。反正你把离合器给这个激活以后，然后通过这个曲力器的牌，然后这样上下按就能够去调整。相对来说装比较大、比较重货物的时候呢，最好把这个曲力器它的这个说就是动力的输出值吧调得比较高，会比较的好一点。再有呢，就是它还带有一些，反正整体来讲，卡车上比较常见配置。虽然它只是一个中卡啊，第一就是呢，它带有这个排气制动。排气制动是什么意思？就相当来说，你如果要是在这个山路，比如下山的时候呢，它是可以通过在这个排气管上面呢去增加这样的一个阀门，去减缓你的排气流速，然后给内燃机呢去增加背压，以这种方式呢阻止说发动机越转越快，进一步去增加这个发动机制动的作用。第二点呢，就是它的这个机械刹车本身啊，它也不是像一般小车用的是油刹，它呢是用一套断气刹系统。什么叫断气刹？简单跟大家讲一下啊，就是在卡车上的话，一般的都是用断气刹。为什么叫断气呢？就是它的这个气缸里边如果充满气的话，它刹车是缓解的，你可以理解为刹车松开。而实际上，如果说你脚踩刹车的话，它是把这个刹车气缸里边气给放掉。相对来讲，你气放掉之后，然后默认再把这个制动器给加紧。所以实际上在卡车上边，你脚踩的这个刹车踏板本身其实是踩一个开关。所以，反正开这辆车的话，相对来讲就是它的刹车脚感还是比较模糊的，确实不像乘用车的这种油刹式的那么的直接。因此，就是开这样的车，确实，不可能追求像一般乘用车是那么精确这种驾驶感受，还是反正一切都得做一些这种提前量的这种说是预判吧，这样的话会更加安全。还有啊，作为卡车，反正它这辆车四周啊各种的瓶罐罐。也是跟乘用车不一样，乘用车一般不都藏在发动机舱里吗？这辆车不是啊，都在周围。除了说是油箱以外，再有你比如说是像这个液压油罐啊、尿素罐，包括甚至它还有一个洗手壶。哎，这设计还挺巧妙的，洗手壶上面居然还有一个皂液盒啊，就是方便说咱们这个司机师傅，如果你要说操作完毕之后呢，能够洗手，这点比较好的。不过我们这辆车的话，因为它是原厂就带有这样一个工业级的遥控器，所以说我们就不用再去操作这个液压系统直接的这个操纵杆了。这点我觉得相对来说也是比较安全而且好用的。基本上啊，这辆车功能就这么多啊，或者说呢，其实这一期更多的我觉得不像测评啊，我觉得是满足一个我个人的好奇心，因为之前确实没有开过这样的车，然后呢，自己对于它的这样的一个逐渐认知了解过程，也把这样的经历呢分享给大家。反正确实我觉得挺好玩的，像个大玩具一样，而且在之后呢还能够去发挥其他的一些用途，对吧？不仅仅是装货，还有额外的一些作为一些测试台、试验台的用途，这些慢慢跟大家去呈现啊，这都是额外的一些想法。但不管怎么样呢，反正把这辆轻量车开回去之后，我还是有一些比较多的，就是行业或者说交通层面感慨，在于几点。第一就是说呢，这样的轻量车，其实我亲自开它，特别是载上重车以后，
我其实之前并没有想象到它是那么的难开，真的这辆车它比我想象中难开很多，而且这还只是我们这辆510黄牌 KV100，那要是其他的下装、其他上装、其他规格轻量车，有没有可能更难开？我觉得也说不定。所以这点我也是提醒大家，就是如果咱们在路上要是遇到了轻量车，尤其是满载拉着重车的轻量车的话，我觉得咱们大家最好还是礼让啊，避让一下，也体谅一下，因为这辆车确实可能挺难开的。一来呢是说这个为自己吧，反正二来呢也是为这个轻量车本身，其实我觉得创造一个更加这种和谐的交通环境。同时呢，我也想说，就是对于广大咱们这些这个轻量车司机师傅吧，确实我觉得就是大家还是挺辛苦的。我们这次反正自己运了自己的车回来，能感觉到车也不是特别好开，然后这样的操作什么的也是有一定的这种难度，难度还好，其实主要也是我觉得啊，就是承担了很大的风险，对吧？在这样的车型，所以呢，我也是希望咱们广大司机师傅呢，就是能够说是反正专心驾驶吧，安全驾驶啊。确实呢，觉得就是这一点也是特别必要的。无论是说对于自身还是其他的交通参与者，我觉得大家就互相理解吧。最后呢，也是咱们也祝广大的轻障车的司机或者从业者们早日回本。